环濑户内海的第二天，原本计划今天从高松站直接坐 JR 特急跨过濑户内海到对岸的冈山，却碰上当日濑户大桥铁路故障，紧急维护，恢复时间未知，于是索性来场随性之旅，跟着名侦探柯南和樱桃小丸子的足迹，到四国秦平人气景点祭祀日本第一大魔王、三大怨灵之一崇德上皇的金刀比罗宫游览。使用濑户内海 JR Pass 就可以免费乘坐高松到秦平的 JR 电车，可以付费坐车直接到达第365级台阶，方便腿脚不便的游客。19世纪末建成的 JR 秦平站已有120多年的历史，欧洲风格的建筑看起来古色古香。从车站步行到表参道的话，也只需要10来分钟。去往金刀比罗宫的中途会经过高灯笼，高灯笼高27米，建于1860年，是日本最高的灯笼。在过去都是低矮平房的时代，高灯笼发出的灯光可以引导濑户内海的船只找到方向。在乌冬面之乡还没吃过乌冬面，到的时候正值中午，在表参道外围找了家乌冬面餐厅，填饱肚子才有力气爬台阶。小店中午是餐厅，晚上会变身酒吧，价格比起表参道里的要便宜一些。欢迎大家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乌冬面的味道也很不错，面条软硬适中，只是量稍微少了点。山门前的表参道实际上是一条商业街，街边有各种店铺，可以边逛边吃。这家中野乌冬面学校可以学习如何制作乌冬面。表参道上的乌冬面馆都大排长队。从表参道到最顶上的岩魂神社，一共有1368级台阶，爬完全程需要约2个小时。金比罗参拜在江户时代曾风靡日本，那时平民被禁止旅游，但到神社参拜的旅游却是被允许的。金刀比罗宫作为那时一生一定要去参拜一次的地方，成为了平民向往的旅游目的地。
金刀比罗宫位于香川秦平町，是日本全国金刀比罗神社、秦平神社、金比罗神社的总本宫。金刀比罗宫供奉海上交通的守护神，不少造船厂或是船东在新船下水启用前，都会前来祈求航行平安。因此，本宫旁的会马殿会见到挂满祈求平安后留下的各种民用、军用、政府用，甚至外国船只和船用引擎的照片。进入大门就没有商店了，所以想要备些补给的话，要在门前商店就买好。在大门的后面有5家撑着白伞、贩卖糖果的摊位，5个摊位相似，卖的东西也一样。原来这5户人家的祖先对金刀比罗宫祭祀有卓越的贡献，所以世代都享有特权，被允许在这里摆摊。他们也被称为5人百姓。从表参道两边密密麻麻的供奉碑，就可以看出金刀比罗宫的香火有多旺。在431街有著名的金刀比罗犬铜像。江户时代，很多人无法亲自前来金刀比罗宫攀登参拜，于是把钱和狗主人资料挂在狗身上，让旅人一个接一个接力把狗带到金刀比罗宫，让狗代替主人参拜。鸟居对面左侧有2匹供奉着神明的马，神马是神明骑乘的马，一般都用白马。表书院的门口画的是2头互瞪的老虎，但因为江户时代日本还没有老虎，所以作者应该是看了猫后才画的老虎，可谓是真正的照猫画虎。表书院需要单独收费，时间充裕的话，可以探访下这座有300多年历史的建筑。第500级台阶有资生堂旗下的餐厅和咖啡厅神春温州居子，可以购买特产和吃点甜点休息一下。第628节是供奉天照大神的旭社。旭社原本是金刀比罗神宫的金堂，因外观太过华丽，很多人误把它当作金刀比罗宫的本殿，在这儿参拜以后就下山回家了。而真正的本殿实际上还在上面，所以如果从这儿就打道回府了，就真等于白来了。实际上参拜的顺序是要先拜完上面的本宫，下山的时候再来旭社参拜。
上到第785级台阶才到本宫。游客很多，大家都会有序排队参拜。右边是继续向上的路，因为晚些还要去冈山，就不继续向上爬了。从本殿所在平台可以眺望远处，左侧是被称作赞岐富士的范野山，还可以看到远处的濑户大桥。除祭祀神话人物外，金刀比罗宫祭祀着被誉为日本第一大魔王的崇德上皇。他是日本历史上第75代天皇，5岁登基，23岁时被迫退位。不甘心的他发动了保元之乱，失败后被流放到赞岐。他在流放期间试图将抄写的佛经献至京都，但被白河天皇拒绝。于是他对白河天皇恨之入骨，发下毒誓要成为大魔王，扰乱天下，并诅咒天皇失去实权。这一诅咒后来应验，直到今天。名侦探柯南和樱桃小丸子都有在金刀比罗宫取景，所以动漫里的很多场景都能在这里找到实景。下山的时候，还可以到表参道上有着300多年酿酒历史的金陵酿酒厂参观。有学者将秦屏比作中国古都南京，因而取名金陵。除了可以了解酿酒工艺以外，这里的小广场还会定期举办一些演奏会等活动。